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强悍的 Minisforum 新品小主机，它是去年旗舰 HX90 的升级版 HX90G，CPU 仍然采用 AMD Ryzen 9 5900HX， 主板上增加了一块 8GB 显存的独立显卡 AMD Radeon RX 6600M， 这是一台能玩 4K 60帧游戏的超强高性能小主机。碳纤维机身减轻了重量，丰富的各类接口，有效的风道设计，旗舰 CPU 加移动独显，助力创作者和游戏。双 PCIe 3.0 NVMe SSD， 双 DDR4 内存，双精英风扇，液态金属加纯铜热管构成了高效散热系统。显示输出可以同时接4台 4K 显示器，这就是 Minisforum HX90G。 我们来打开它，把所有设备和配件取出来。说明书、HDMI 线缆、电源线。哇，太夸张了！19伏 13.8 安，一共 262.2 瓦功率的适配器，我从来没有见过输出功率这么大的电源适配器。这好像是底座，可以竖放小主机。小主机来了，不算很重，碳纤维起了作用。前面板 USB 3.0 接口、耳机接口、麦克风接口、USB-C 接口、六边形电源开关键。后面板4针电源接口、双 DP 接口、双 HDMI 接口、3个 USB 3.0 接口、2.5G 网卡。来打开它，取下底部的2个胶条，露出4颗螺丝，卸下螺丝。这里小心撬开一点，用手轻轻取下来，再卸下4颗螺丝。取下钢制保护板，双 8G 一共16G 的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微钢的内存最大可以升级到64G。这是一块 500G 的 NVMe SSD， 上面有散热模组。这是一块 WiFi 6E 无线网卡 RZ608， 这里还空着另一组 PCIe 3.0 插槽，可以再接一个 NVMe SSD。HX90G 的内部接口布局要好于 HX90。HX90 的内存插槽都给放置在风扇那一边去了，增加内存需要整个拆除取出主板来。我们来复原，把4颗螺丝固定好，再把底盖扣上去，再装好另外4颗螺丝。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测试的 Minisforum HX90G 系统自带的 Windows 11系统 HDMI 接口输出8比特的 3840x2160 的 4K 60赫兹信号，颜色格式是 YCbCr 444。不过 DP 接口输出的是10比特的 4K 60赫兹信号，颜色格式是 RGB。 关心这一点的朋友们请周知。打开任务管理器，看到 CPU 是 AMD Ryzen 9 5900HX 8核16线程，基准速度 3.3 GHz， L3 缓存16兆比，内存是 16GB 的 DDR4 3200兆赫兹。磁盘是带了散热模组的 EOS 512G， 不过我也没查到这是什么品牌。以太网口是我们的老熟人英特尔 i25-V， GPU 0是独显 AMD Radeon RX 6600M， 显存 8GB， GPU 1是 AMD Radeon Vega 核显。HWinfo64 查看配置， CPU 是7纳米制程， TTB 这里显示是45瓦，基本频率 3.3 GHz， 最高睿频 4.65 GHz， GPU 是 RX 6600M 独显， 8GB GDDR6 显存，比我们以前测试的核显要好很多。
NVMe 是 512G 的 ESO， 我真的没有查到这是什么品牌。在室温27摄氏度的情况下， CPU 待机温度31摄氏度， SSD 待机温度33摄氏度，真的很低呀。打开 CPU-Z， 看到 CPU 的配置情况、独显的情况，跑一下分，哦吼，只跑出了3826的多线程，这不对呀！我们去年测试的 HX90 的 CPU-Z 成绩多线程是6400，直接 pass mark， 才16300， HX90 是25582，差了那么多，翻车了，这是。打开 Geekbench 5，发现显示最高睿频只有 2.62 GHz， 不太对。测试 CPU 成绩只有6520，这也离谱。HX90 的成绩是8483，好家伙，难道是 Windows 11和 AMD CPU 的 bug 还没有解决吗？上次 HX90 的测试是在 Windows 10下进行的，那么不犹豫，我们直接换一张 NVMe 装 Windows 10来测试。换好后，磁盘零已经换成了我自己的一张稀疏黑盘 500G， HW Info 64下的 CPU、GPU、NVMe。CPU 待机温度仍然很低，只有32摄氏度，但这块稀疏黑盘没有装散热片，待机温度46度，高了不少啊。再来 Windows 10下的 CPU-Z， 多线程6397，单线程633，恢复了正常，我也安心了，硬件没有翻车，是操作系统的问题。Geekbench 5最高睿频 4.64 GHz 正常了。CPU 测试多核9013，单核1558，没问题，还比 HX90 的8400多高不少。测试 RX6600M 独显的图形成绩 ，OpenCL 63634， Vulkan 45530，非常好的成绩啊。Cinebench R23多核13492，单核1409，也很好。Passmark 多线程25599，单线程3331，再正常不过了。Windows 10给力啊！娱乐大师总分1218000分 ，CPU 单项得分621851 ，GPU 单项得分331020。硬盘测试 AS/SSD Benchmark 读3034兆比每秒，写2398兆比每秒，总分4401。Crystal Disk Mark 读3494兆比每秒，写2595兆比每秒，成绩不错。不过这是我自己的 NVMe。我们接着内网测试 2.5G 网卡，找到网卡的 IP 地址 10.10.10.126， 在命令行窗口运行 iPerson 的服务端，在另一台测试器上运行 iPerson 的客户端，单线程上传 2.37G， 单线程下载 2.37G， 多线程上传 2.37G， 多线程下载 2.37G。 Intel 2.5G 网卡在 Windows 10下跑满了上下行带宽。接着我们测试一下 HX90G 的 Wi-Fi 6E 无线网卡，连接速率1200兆 bps， 达到了 Wi-Fi 6的标准。基础带宽测试，本地电信节点跑到了841兆 bps， 兰州电信节点跑到了868兆 bps， 算是我这里这块螃蟹的 Wi-Fi 6E 网卡跑得最好的一次数据。我们测试独显播放视频，本地 8K VP9 能够很流畅播放 ，CPU 占用率 1%，GPU 负责硬解的 Codec 0占用 100%， 高码率 8K VP9 视频，接近80兆的码率也能很流畅播放。8K AV1 视频虽然也开启了硬解，但是中间有卡顿，不是很流畅。接着播放线上的 YouTube 视频
4K 60帧 VP9 非常流畅 ，CPU 占用率 4%，GPU 负责硬解的 Cortex 0占用率 75%。4K 60帧的 AV1 也非常流畅哦，连这个视频的 4K 都换成了 AV1 啊。8K 60帧视频只有 AV1 格式，找不到 VP9 格式的，播放的很不流畅，中间会有停顿。不过这也比只能播放 4K VP9 视频的 AMD 的核显好多了。有独显，我们就可以好好打打游戏了。保守一下，原神 1080P 高画质，一直60帧啊。原神 2K 高画质，还是一直60帧。那我们直接弄到最高 4K 高画质，平均55帧，不错吧？这可是 4K 啊！英雄联盟 4K 极高画质，反正全部都拿到最满。最后大团战，平均170帧的水平吧。地平线5，游戏自动测试的 4K 分辨率，这里没有开启分辨率比率，也就是没降分辨率，没有开启 AMD FSR。几个场景都开了一下，帧率都接近了60帧 ，GPU 功耗最高100瓦 ，CPU 才30瓦不到 ，GPU 已经打满了 ，CPU 还有余力。好吧，对于我这样的不玩太多游戏，能在 4K 分辨率下玩地平线5已经非常满足了。不过这游戏也太大了，地平线5就要110多 G， 装几个游戏500 G 的硬盘就不够了。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待机功耗 15.1 到17瓦 ，CPU-Z 最高功耗是 131.9 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 132.9 瓦 ，OpenCL 图形测试最高功耗 106.6 瓦 ，Vulkan 图形测试最高功耗 120.7 瓦 ，Cinebench 223最高功耗 133.6 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133.9 瓦。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176.6 瓦。特别要说的是，静音散热系统真的是给力呀！液体金属加7组纯铜散热管，再加上双风扇，
整个小主机非常安静，即使是在跑分测试的时候，风扇声音非常小，几乎感觉不到。这是我测试的 Cinebench R23，一直只有30多分贝，真的是太安静了。接着我们进行稳定度测试，这次有了独显的加入，我们来搞大一点，我们来搞压力测试。首先我们对 FPU 进行单烤，开始的时候 CPU 功耗保持在54瓦，全核频率 4G， 小主机整机功耗维持在113瓦。这样的情况维持了8分钟后开始降频了，全核频率降到了 3.8 GHz， CPU 功耗降到了45瓦，小主机的整机功耗降到了98瓦。也就是单烤 FPU 的时候， CPU 以54瓦的功耗维持了8分钟，然后降到了45瓦的功耗，好像还挺不错的。接着我们双烤 CPU 和 GPU， 此时 CPU 的功耗直接就是45瓦，而 GPU 的功耗一直接近最高100瓦。CPU 温度上升到80度，风扇转速上升到1600多转，小主机的整机功率平均230多瓦。看来260瓦的电源还是有余力的。Midasform HX90G， 它的配置是从去年 HX90 升级而来的， CPU 还是 AMD Ryzen 9 5900HX 8核16线程，但实际上增加了独显的 RX 6600M 后，整个系统都是重新设计的。我这台配置 16G 512G， 它有双 PCIe 3.0 NVMe 接口， DP 和 HDMI 各2个，可以输出4路的 4K 60Hz 信号，一个英特尔 i25V 2.5G 网卡，4个 USB 3.0A 口，一个 USB 3.0C 口，19伏 13.8 安262瓦的电源。多线程 Passmark 跑分 25599， 单线程 Passmark 跑分 3331， TTP 功耗45瓦到54瓦，独显 RX 6600M 的功耗是100瓦。我们接着做一个 OpenWRT 跑分测试。AES 645,721， X220 388,904， CoreMark 402,010， CoreMark 的成绩是我所有测试过的 CPU 最高的。好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测试都做完了，照以前我们就该进行总结了。但是 Windows 11下翻车了，这还是让我感觉不舒服。能不能找出一种办法解决 AMD 最好的 CPU 不能在 Windows 11下发挥最佳性能的问题？我只想到了更新到最新的 22H2 大版本能不能解决它。我打开 Windows 11的系统页面，发现它仍然停留在 21H2 这个版本。不论我怎样更新，微软都没有给我推送最新的 22H2， 我只好自己去主动更新了。我采用了官方安装助手升级的方法，经过半小时的折腾，终于把 Windows 11升级到了 22H2 这个大版本了。我们再来试一下。任务管理器已经变成了这种不熟悉的界面。CPU-Z 终于正常了，多线程6352，单线程603，比 Windows 10下差了几分，不过没关系了。Passmark 多线程25359， Geekbench 5最高睿频也正常了。CPU 多核也跑到了8876，娱乐大师也搞到了118万。
好，这次可以测试小主机自带的存储 AS SSD Benchmark， 读2162兆比每秒，写1780兆比每秒，总分3365。Crystal Disk Mark， 读2466兆比每秒，写1932兆比每秒。数据不如西数黑盘漂亮，但是人家发热也低啊。在 Windows 11 22H2 新版本之下，我们还测试了 3D Mark 的跑分 ，TimeSpy 7979，显卡7692 ，FileStreak 20593，显卡22853。我还做了 3D Mark 的压力测试，使用的是 TimeSpy Extreme， 阵列稳定性 98.1%， 超过了 97%。我们的独显 RX 6600M 算是通过了。好了，在新版的 Windows 11下，追加的测试也结束了。如果大家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 AMD CPU 性能和标称不匹配的问题，这也许不是你的硬件问题，而是操作系统的锅，升级到最新版有可能解决。我们手上这台 MIDISFORUM HX90 的优点是满血的 CPU TDP 54瓦的功耗， CPU 它能在54瓦功耗下运行8分钟，然后降到标称功耗45瓦，所以它是性能最强大的 Ryzen 9 5900HX。 满血的 GPU 100瓦的功耗，我查了下资料， RX 6600M 刚出来的时候标称功耗是90瓦，有的产品只给80瓦，有的产品能给到100瓦。我们这台小主机就是能给独显满血供电，发挥了 RX 6600M 的最佳性能。厂方不惜成本的使用了液体金属，使用了7个纯铜热管，加上2组静音风扇，来构建出非常优质的散热系统。跑分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风扇的存在，只有绝对压力测试的时候才能听到风扇的声音，它的平时是悄然无声。这是目前性能最强大，包含 CPU 和 GPU 性能最为优秀的小主机。要说缺点，主要是尺寸，电源的尺寸大，主机的尺寸也比 HX90 大了1圈，长宽高都多了1厘米。但我们也知道这些附加的尺寸用在了哪里，它更好的提升了我们的图形性能相关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说到这里，我发现 MIDISFORUM 这家厂商是最在乎产品性能的小主机制造厂商，他们把性能放在了第一位，把散热静音放在了第二位，把体积放在了最后。好吧，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大体积了。我们算一算，205乘69乘203，大概 2.87 升。性能、散热静音还有体积，每家厂商都有不同的考虑。MIDISFORUM 算是比较激进的。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